你身体里藏着3套指挥系统，打坐同时改写了它们。有一条评论让我特别兴奋，一位观众说，希望听到脑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这3块跟佛学修行的整合。我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心想，这就是我一直想讲，但一直没找到合适切入点的那个话题。因为绝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分开看的，研究大脑的是一拨人，研究自律神经的是另一拨人，研究激素的又是另一拨人。但你的身体不是分科的，你的身体是一个整体。而2500年前，有一群人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设计了一套实践方法，恰好同时作用于这3个系统。今天我就来拆这件事儿。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先给你画一张地图，你的身体里有3套指挥系统，它们各自有独立的总部、独立的通信网络、独立的运作逻辑，但有深度交织在一起。第一套，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你的大脑和脊髓，负责你所有能意识到的活动，思考、决策、感知、语言。它用电信号通信，速度极快，毫秒级的响应。你看到一只球飞过来，0点几秒之内就能决定躲还是接。第二套，自律神经系统，也叫自主神经系统，它不受你意识控制，负责心跳、呼吸、消化、血压、体温，这些你活着但不需要想的事情。它分成2支力量，交感神经是油门，负责战斗或逃跑，让你心跳加速，瞳孔放大，所有资源调到前线。副交感神经是刹车，负责休息和修复，让心跳减慢，消化恢复，免疫系统重新上线。第3套，内分泌系统，它通过激素来调节你的身体，皮质醇、肾上腺素、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这些化学信使走的是血液通道，速度比电信号慢得多，但作用时间长得多。一次皮质醇的释放可以影响你好几个小时，一次内分泌模式的改变可能需要好几周才能完成。3套系统，3种信号速度，3个时间尺度。电信号是毫秒级的闪电，神经递质是秒级的快递，激素是小时到天级的慢邮件。但这3套系统不是各自为政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枢纽，叫下丘脑。下丘脑只有杏仁那么大，但它可能是你身体里最被低估的器官，因为它同时是神经结构、内分泌腺体和自律神经的最高调度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3军联合指挥部，大脑皮层是参谋部，负责高层战略，自律神经是前线自动化部队，不需要等命令就能应对常规情况，内分泌系统是后勤补给线，负责长期资源调配，下丘脑坐在中间，把3方的信息汇总、翻译、分发。好，记住这张地图。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现代科学发现，有一种人类活动能够同时改变这3套系统的运作状态，不是药物，不是手术，不是基因编辑，是打坐。我们一套一套来看。先看中枢神经系统，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详细讲过，今天用一句话回顾核心结论。打坐的时候，大脑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显著下降。默认模式网络就是你脑子里那个不停讲故事的声音，我是谁，我的过去，我的未来，别人怎么看我。当这个声音安静下来，凸显网络和执行控制网络的功能连接反而增强了。用人话说，你的大脑从自动驾驶的叙事模式切换到了手动驾驶的觉察模式。2022年，一项综合性的功能连接研究发现，正念冥想显著增强了前扣带皮层和脑岛之间的连接。前扣带皮层负责冲突监测和注意力分配，脑岛负责内感受，就是对身体内部状态的觉察。这2个区域连接增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冥想在训练你的大脑更准确地监控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什么，而不是沉浸在关于自己的故事里。你注意到了吗？脑岛这个区域很关键，它不只是一个处理信息的脑区，它是你的大脑感知身体的窗口。你能感觉到心跳加速，胃在翻搅，脸在发烫，全靠脑岛在工作。冥想增强脑岛的功能，意味着你变得更能觉察自己身体的状态，
而这个觉察能力恰恰是连接第一套系统和后面两套系统的钥匙，这是第一层变化。但如果只有这一层，冥想就只是一种注意力训练，跟做数学题没有本质区别。真正让冥想不一样的是接下来的两层。第二套系统，自律神经系统，这是今天的重头戏。现代人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交感神经长期过度激活。你不是在被老虎追，但你的工作压力、社交焦虑、手机上刷到的负面新闻，对你的自律神经来说跟老虎没有区别。你的油门一直踩着，刹车用不上，长此以往，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下降、慢性炎症、消化紊乱全来了。这里必须隆重介绍一个角色，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最重要的一根神经，也是你身体里最长的脑神经。它从脑干出发，一路蜿蜒而下，连接心脏、肺、胃、肠道，几乎触达所有内脏器官。它的名字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漫游者，因为它在你体内到处漫游。迷走神经是你身体的和平使者，当它被激活的时候，心跳减慢，呼吸变深，消化恢复，炎症水平下降，免疫功能增强。迷走神经的活跃程度有一个精确的量化指标，叫心率变异性。注意，心率变异性不是你的心跳快不快，而是你每次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化有多大。健康的心脏不是像节拍器那样精准的跳，而是每一拍之间都有微小的不规则波动。这种波动越大，说明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活跃，你的身体越灵活，越有弹性。心率变异性低，意味着你的自律神经系统僵化了，油门把方向盘抢过去了。那打坐对迷走神经和自律神经做了什么？2022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仅仅10天的线上正念训练就能显著提高受试者的心率变异性，不仅白天提高了，夜间也提高了。夜间心率变异性提升意味着睡眠质量改善了，因为副交感神经在夜间应该占主导，如果它不够强，你的睡眠就是浅的，不恢复的。同年，另一项研究用心电图精确测量了冥想期间的自律神经变化，结果非常清晰，副交感活动显著增强，交感活动显著降低，油门松了，刹车踩上了。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你怎么去激活一个你控制不了的系统？自律神经之所以叫自律，就是因为它不听你的意识指挥。你没法用意念让心跳停下来，也没法命令胃停止蠕动。答案藏在呼吸里。呼吸是你身体里一个极其特殊的功能，因为它同时受自律神经和随意神经控制。你不想它的时候，它自己呼吸；你想控制的时候，你也能控制。它是连接意识和无意识的唯一一座双向桥梁。2022年，一项大规模原分析汇总了223项研究的数据，结论非常明确，缓慢的自主呼吸能够显著提高迷走神经介导的心率变异性，在呼吸练习期间有效，练完一次之后有效，长期练习之后更有效。佛学管这个叫安那盘那，观呼吸。2500年前没有心率变异性这个概念，但佛陀观察到了呼吸是进入身体自动化系统的入口。通过这座桥，你的主动意识可以影响那些平时你控制不了的系统。用现代术语翻译，就是你通过随意神经控制了呼吸节律，这个节律变化直接调节了迷走神经的张力，从而改变了整个自律神经系统的平衡。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精妙的设计。你没法直接命令心跳慢下来，但你可以通过控制呼吸，间接的拨动迷走神经这根弦，让整个自律神经系统的调性改变。佛陀不知道迷走神经的存在，但他找到了操作它的方法。而且不只是观呼吸，很多修行传统还有持咒和念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出声念？声带的震动可以直接物理性的刺激迷走神经，因为迷走神经有一条分支紧贴着声带和喉部。你念嗡嘛呢呗美吽的时候，那个低频的共振不只是在发出声音，它在按摩你的迷走神经。这不是比喻，这是解剖学。好，现在看第三套系统，内分泌系统。当你感到持续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启动一条信号链，叫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简称 HPA 轴。我在讲绝症自愈那期介绍过它。简单回顾一下，下丘脑发出信号传到垂体，垂体传到肾上腺，肾上腺释放皮质醇，皮质醇就是你的压力激素。短期内它帮你集中注意力应对紧急情况，但如果长期偏高，免疫被压制，海马体受损，记忆力下降，慢性炎症上升，情绪调节失灵。现代人的问题是 HPA 轴长期处于被激活的状态，因为你的压力源不像野兽那样来了就走，你的房贷，你的 KPI， 你的社交比较，你对未来的焦虑，这些压力源是持续的、弥漫的，永远不消失的。你的 HPA 轴一直在加班。冥想对这个系统做了什么？2020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8周的超觉冥想练习之后，年轻人早晨醒来时的唾液皮质醇水平显著降低，而且醒来后皮质醇的上升幅度也减小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冥想不仅在你坐着的那几十分钟有效，它在改变你 HPA 轴的基线设定，你的压力系统的出厂默认值被往下调了。2019年另一项研究更精确，他们开发了一种基于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学框架的冥想方法。30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受试者在安静状态下和在急性压力刺激下的唾液皮质醇浓度都显著下降了。也就是说，不仅你的静息压力水平降了，你面对突发压力时的反应强度也降了，你的整个压力反应系统变得更温和了。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自律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有一条直通高速公路。迷走神经不仅调节心跳和呼吸，它还直接连接到肠道。你的肠道里住着几万亿个微生物，它们通过迷走神经跟大脑通信，这叫肠脑轴。更惊人的是，你身体里 95% 的血清素不是在大脑里合成的，而是在肠道里。血清素是调节情绪的关键神经递质。当冥想激活了迷走神经，它不仅改变了你的心跳节律，它还在影响你肠道的微生态环境和血清素的合成。第二套系统和第三套系统之间的联动远比我们想象的紧密。但内分泌系统的故事不止皮质醇，这里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利他行为和亲社会动机会激活一套完全不同的内分泌通路，催产素和血清素通路。我在讲回向那一期详细拆过这个机制。利他意向不是道德表演，它在生理上把你的身体从皮质醇主导的威胁模式切换到催产素主导的连接模式。而大乘佛学几乎所有的修行都有一个利他的框架，慈悲心、菩提心、回向。这不是道德要求，这是内分泌处方。好，3套系统我们都看完了。现在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件事，把这3层叠在一起看。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是毫秒到秒级的。你闭上眼开始观呼吸，几分钟之内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就开始下降。自律神经系统的变化是分钟到小时级的。一次冥想结束后，你的心率变异性改善可以持续数小时，经过几周练习开始建立新的基线。内分泌系统的变化是天到周级的。HPA 轴的基线重置需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练习。3种速度，3个尺度同时发生。你以为你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干，你的身体不同意。而佛学在完全没有这些科学概念的情况下，设计了一套修行体系，精确地对应了这3层。止和观对应中枢神经系统，止是让默认模式网络安静下来，观是增强凸显网络和内感受网络的功能。安那盘那和持咒对应自律神经系统，通过呼吸和深正激活迷走神经，把交感主导切换成副交感主导。戒律和发愿对应内分泌系统，戒律是减少持续激活 HPA 轴的行为模式。贪嗔痴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它们就是慢性压力的3个来源。贪是对奖赏的强迫性追逐，让多巴胺系统失调；嗔是对威胁的过度反应，让皮质醇居高不下；痴是对整个机制的无知，让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经历什么。发愿是设定利他的意向性框架，把内分泌主调从皮质醇切换到催产素。你看，
佛学的修行体系不是一堆零散的仪式和规矩，当你用三系统的框架去看它，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精密的全身调谐方案。不同的修行方法针对不同的系统层面，不同的时间尺度，需要不同强度的练习。而持之以恒这个老生常谈的修行建议，在生理层面有非常具体的原因，因为最慢的那个系统需要最长的时间来响应。这里我必须说一句诚实的话，目前的科学研究还做不到在一个实验里同时精确追踪这三套系统在冥想过程中的实时联动变化。大多数研究只看其中1到2个指标。我今天做的事情是把多个独立研究的结论拼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图景。大方向我非常有信心，但细节上的因果链条和三系统之间的精确交互机制，还需要更多跨学科的研究来验证。不过，这恰恰是最让我感慨的地方。科学是分科的，它把人体切成一块一块来研究。神经科学管大脑，内分泌学管激素，自律神经研究在另一个学科。但人体不是分科的，你的大脑状态影响你的自律神经，你的自律神经影响你的激素水平，你的激素水平又反过来影响你的大脑状态。这是一个闭环，不存在先有哪个后有哪个。而佛陀2500年前做的事情，恰恰是不分科的观察了这个闭环。他没有把自己的体验切成这是大脑的事，这是神经的事，这是激素的事。他直接观察了整个系统的运作模式，然后设计了一套实践，让3个层面同时被调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冥想不能被还原成任何单一的科学解释，它的作用本身就是跨系统的、多尺度的、同时发生的。试图用单一机制来解释冥想，就像试图用一个音符来解释一首交响乐。而佛陀做到了，他用内观这一个方法，听见了整首曲子。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如果你的身体里确实有3套指挥系统，而你这辈子只用过第1套，就是那个你能意识到的中枢神经系统来做决策，那另外2套系统一直在按什么规则运行？谁在给他们下指令？是你还是你的习惯、你的恐惧、你的进化本能？修行的本质会不会就是拿回另外2套系统的知情权和调节权？你们觉得呢？这3套系统里，你最想深入了解哪一块？下一期是单独拆自律神经和迷走神经，还是深挖内分泌和情绪的关系？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